就算偶尔留下一丝眷恋，别让曾犯下的罪，把所有心碎给白费。打开你的枷锁，你的堡垒，化成片片的落叶，伴随着风一切火焰。妈离开了，我很难过，我不想去接受这个事实，所以我才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你身上。爸，对不起。我真的很想留下来，不管未来是什么样的，我想等那一场不知道会在哪里出现的爱情，和那一个不知道会在哪里出现的人。有些事情发生了，不管怎么选择都是错的。反正不管怎么选，都一定会有遗憾就是。别让往事和胆怯成为你身上的累赘，人生每个路口都是考验。我们化作了蝴蝶，写下方位，穿过那片云烟。发生这么大件事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是肺腺癌，第3期了。你到底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啊？要不是我在你房里看见那些账单，还有那些医药报告，你是不是打算不告诉我啊？我告诉了你，你又可以怎样？什么叫告诉我又可以怎么样？我是你爸爸，我没有权利知道自己女儿到底发生什么事吗？我的事我自己会处理。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不想告诉你，我不想让你知道，可以吗？你就在这边偷听啊？没有。喂，你去哪里啊？你干嘛跟着我？没有啊，我也刚好走这条路。不要跟着我了。哎，不追了，我不追了。什么人啊？跑那么快？病人呢？病人，我看你是骗人吧？哪有病人跑那么快？你不是说你没有偷听吗？你们讲话很难听不到啊。要怪我耳朵好咯。所以你得什么癌症啊？肺腺癌第3期，现在正在接受化疗。什么？第3期？喂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我早说了，你会让我当你的舞伴吗？
我只希望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跳舞。可以的话呢，尽量让自己快乐一点。毕竟，我不知道自己剩下多少时间。我告诉你，我妈以前是跳国标舞的。在我6岁那年，她也患上癌症，之后就放弃舞蹈，没过多久就离开我们了。我以前很不理解我爸，对很多事情有错误的想法，直到自己生病之后，才开始理解我爸的感受。我想，我爸当年这样一天一天看着我妈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他一定很难受。所以你是不想让他再一次经历这样的痛苦，才不跟他说的吧？我是我爸唯一的女儿，活到现在，我好像没有做过什么让他开心的事情，但至少我可以让他不要太难过吧。看不出来，你还挺为别人着想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剩不多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看不幸福的事情还多着呢。你干嘛？拍照。我很认真跟你说心事。我很认真在听啊。那为什么要拍照？不觉得今天很特别吗？这一刻很值得记录下来啊！今天你一个病人赢我这个舞蹈老师，哎，你现在想一下，是不是很值得庆祝一件事情？如果当你的病好了，回看这一刻的时候，你不觉得很激励人心吗？啊？是不是？你真的是一个怪人。我给你水喝，你说我怪人，别人都说我可爱。哎，走慢一点，等我啊，我把这发完。哎，等我！哇，哎，你看，我 po 不久哎，很多人祝你身体健康哎，哎，希望你赶快找到一个如意郎君。庆发，哎呀，不要再洗了，你洗自己的车就好了，干嘛还洗别人的？你昨天一回到家就不讲话，又从早上忙到现在，够了。够了！梅根宁愿把他生病的事情告诉你，也不告诉我。难道在他眼里，我这个当爸爸的，真的这么不可靠，这么不称职吗？都跟你讲多少次了，他是不想你担心。可是我是他爸爸啊！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我老婆是这样？现在连女儿也这样。庆发，我们想再多也没有用。现在不是追究原因的时候。有些事情一旦发生了，我们就只能接受。倒不如想想，我们能帮梅根做点什么。
根患上了癌症，这抗癌的路上，一直就只有他一个人。你能想象他有多害怕、多难过吗？那天他来找我，告诉我他得了癌症，还跟我道歉。我看了心里特别难过。他现在就像一个人在跑马拉松，我们身为他身边最亲的人，这个时候要好好给他打气，而不是给他添麻烦，增加他的压力。你好，我是 Jack 的妈妈。你好，我是 Megan。其实我听 Jack 提起过你，你的病还好吧？还在化疗。他怎么了？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要我们做好心理准备，说他随时会走。其实这么多年来，我不管怎么准备，都觉得还没有准备好。当父母的，到底要怎样准备送自己的孩子离开呢？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吓人啊？不会，怎么会呢？不用安慰我了。我虽然没有照镜子，但是我可以从大家的眼里看见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患癌的这几年，其实我一直都在想，我那么年轻，就必须要离开。我来这一趟，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最近，我看见自己的朋友、自己的家人都来看我，我突然觉得，就算是很短暂，我想我的存在还是有意义的。我妈那天还告诉我，她以前怕打针，不喜欢去医院。
现在因为我什么都不怕了。其实，你也是因为他们才坚持下来的吗？不是吗？大概因为这样，你们才会成为一家人。我以前也是这样。我总觉得很孤独，很寂寞。然后我生病之后呢，认识了一些好朋友。因为认识他们，我发现我不是一个人。如果生病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，那么上天是不是已经明明在帮我们做好准备？若时间能倒退一点，拥抱是否可所有的安排都会是最好的安排。这样听起来，我应该是没有白走一趟了。要是我真的离开了，你还会记得我吗？谁会忘记你啊？怎么啦？连爸爸都不认识了？没看见我一个人拿这么多东西吗？还不会过来帮忙？我自己最近上网学了好几道料理，连你苏珊阿姨都说我厨艺很好，所以我今天特地买了很多你爱吃的菜，上来下厨给你试试看我的厨艺。你买那么多，我一个人怎么吃得完？如果不来找你，你是不是打算永远不来看我啊？你们这些孩子哦，说你两句就不开心不理人，还要我上来哄你，你真的以为自己还小啊？我不是不想告诉你，一开始我很生你的气，做了很多很过分的事情。然后后来，我发现我错怪你，我更加不敢告诉你。
为什么？妈走的时候你一定很辛苦，我不想你再经历一次。你就是看不起你老爸，觉得我扛不住了是吗？拜托，别把你老爸看得这么脆弱。虽然我现在年纪大了，不像以前那么年轻，可是要把自己女儿照顾好，还是没问题的。当爸爸的，永远是女儿最强大的依靠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有爸爸在，当女儿的不要老是逞强了。家人是什么呢？家人一定也会难过吧？但是因为有要守护的人，所以才会故作坚强，才会读懂你的悲伤。看穿你的坚强以后，选择保护你的脆弱，心疼你的坚强。没事，没事。你最近和丈夫怎么样了？上次向你咨询后，我就按照你说的回去和他聊，没想到他居然和我坦诚他真的有外遇。他说他很后悔，要我原谅他。那你觉得呢？我们的关系正在修复中，当然我还是经常会想起他背叛我的事情。不过同时，我也很庆幸我们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。要结束一段关系很容易，要留下来修复才困难。要是他当初选择离婚，你会怎么做？还能够怎么办呢？大概也就只能接受吧。一个人的婚姻，到底是在坚持什么？我们已经到了这种相对无言、无话可说的地步吗？你还好吗？你不在的这几天，我一个人想了很多。我只想问你，是不是不管我做什么，再怎么努力，你都不会改变你的决定？其实我来之前，大概也猜到你的答案会是这样，或许是不想死心。我不知道我现在能够说什么，我只能说，整件事情的责任都在我身上。我之前说的各种理由，其实
都是在为我自己找借口。我不会告诉你说我没事，只是突然要分开，心里有点难受。但是再难过也会过去的，不是吗？就像孩子当初离开我们一样。我平时自己工作也会遇到不少这样的例子，两个人继续互相折磨，大家撕破脸，搞得很难看，最后老死不相往来。毕竟夫妻一场，曾经是那么亲密的两个人，我不想这样。或许离婚是对的，就像塞菲妮说的，其实离婚后一个人还是可以舒心自在。以后我们还是朋友。我以为你以后都不想再见到我了。一直避开躲着，不是更难受吗？我们自然一点。晚点我会把分居协议书寄给你。至于那些联名的，全都交给你吧。我知道，我不管做什么，都已经没办法弥补。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。好。你快当爸爸了，应该很期待吧？知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我还不知道。你那么喜欢孩子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是个好爸爸。等很久了。不会啊，还好。反正我也已经很久没有自己一个人出来走走了。送给你的。是。谢谢。今天维尼来找过我。那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啊？他同意离婚，他还问起你怀孕的事情。Com seu sorriso em paz, essa canção que faz sonhar.来哦，好吃不贵，还不伤胃，自然美味。哇！好吃吗？好吃，有多好吃啊？我觉得这个麻辣味的还不错。你尝尝啊，就这个。我叫你摆摊是让客人试吃，不是叫你自己吃。
对不起啊，我实在是太好吃了，我没忍住。工作时间是不能够吃东西的，货仓里还有一堆的存货，你赶紧推出去吧。没问题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那个来，好吃不贵还不伤胃，自然美味，细细回味了啊！好吃，哎呀，不大声怎么吸引顾客？你这真是，来，好吃不贵还不伤胃，自然美味。这些香肠我全都要了。全要了？哎呀，他开玩笑的，我们认识。他是谁？未婚夫。我在上班，你不要闹啊！我对你从来不是闹着玩的。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带我去哪儿？哎，我们先看电影还是先吃饭？老张，你不要闹了。我没闹啊，我对你一直都是认真的。对不起。哎，你干嘛啊？你干嘛跟我道歉？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我承认都是我的错，可以了吗？我当初就不应该答应和你结婚又反悔。结婚那么大的事儿，你在婚前有所顾虑也是正常的，这代表你重视我们的关系啊。可是我把你给我的礼金拿去给我弟还债，我还悔婚。你家里有困难，你出手帮忙，这是代表你有情有义啊。况且，将来要是咱们结婚了，我相信你是一个可以和我共患难的伴侣，这代表我有眼光啊。可是我那天还砸了你的头啊！你是不小心的，而且我也没怪你啊。李娇，那时候你跟我说你不结婚了，其实我的反应也过激了，被你砸应该的，就算砸死了，我也心甘情愿。老张，你没有必要对我那么好，你还是我的债主啊！什么债主啊？我们是青梅竹马，我大老远跑来新加坡，你觉得我是跟你讨债的吗？李娇，对我而言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，你的钱还是你的钱，我不对你好，我对谁好啊？你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你这样真的让我很为难。反正我欠你的钱，我会尽快还给你的。还不还无所谓啦，在爱情面前，钱不算个东西。是，钱对你们有钱人来说不算什么东西，但对我们老百姓来说，钱就是一切。对。但是对我来说，你才是我的一切。哎，老张。李娇，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弱不禁风的小男孩了，我长大了，我现在有能力可以照顾你、保护你，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机会呢？李娇，这样吧，我们约会3次，这3次的约会，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。如果这3次你都还是不能接受我，那我以后永远就不出现在你的世界。我一定会让你成为世界上第2幸福的人，因为有了你，我会是世界上第1幸福的人，你呢就只能是第2啦。妈，女儿，恭喜你！恭喜什么？我都快被老张烦死了。我知道结婚的事情真的很烦人。你说我们要不要找一家婚礼策划来筹备一下你的婚礼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要结婚了？是老张告诉我的。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嫁给老张啊？你不嫁给老张要嫁给谁？你都30了吧？真想当大龄剩女？我就算要结婚，我也只会嫁给我喜欢的人。丽娇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怎么还那么天真？妈是过来人，当初嫁给你爸的时候，我也很爱他，可结果呢，还不是一样离婚了。结婚前讲的是爱情，结婚以后讲的就是柴米油盐。我们往实际层面想，我们家欠老张的钱，你是还不完的。你要是嫁给了他，那欠老张的钱，就当做是他预付的底金。
我们怎么可以一直这样占别人的便宜啊？要是你真的嫁给了他，那就不叫占便宜。结婚以后，他的就是你的，你的还是你的，两夫妻何必斤斤计较？这才是一条一举两得的出路。你不要以为自己去了趟新加坡就高人一等，看不起老张。我告诉你，老张外在条件那么优秀，还对你体贴入微，重要的是他对你忠心耿耿。我真想不明白，你到底还在挑剔什么？我不爱他，我对他没有感觉，我怎么嫁给他呀？啊？感情是可以培养的，关了灯都一样，只要不讨厌都可以。女人到最后要的只是一个依靠，你小心过了这个村，就没这个店了。来，哇，丢我！我来看 Brian， 就让阿姨先回去了。哦，好啊。哎 ，Brian， 你明天不是要上学吗？这么晚了，为什么还没有睡觉？我还想玩。Brian 要是不听话，我下次就不来找你玩喽。好，我们把玩具收拾好，然后赶紧上床睡觉。来，给你。哇，哇，哎，对了，阿姨走之前留的汤给你。哦，来，谢谢你啊。老张啊，他一直在家楼下等我，我等他走了以后再回家吧。你说真的，你欠人家多少钱啊？前前后后加起来，怎么也要大半辈子才能还清吧？不过我看他是真心喜欢你的。我也是真心想要拒绝他的。哎，人家对你那么好，又这么喜欢你，而且这2天跟老张相处下来，我觉得他人很善良啊。你确定不要考虑考虑？考虑什么？就给人家一个机会嘛。所以你也要我嫁给他？我只是说考虑，而且你们2个很配。配什么配啊？你懂不懂什么是爱情？哎，我真的搞不明白，你怎么跟我妈一样啊？都要我嫁给老张。好啊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我明天就跟他约会，然后嫁给他，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哎，如果可以这样也是好事啊。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我现在就给他打。喂，老张，我们明天去约会，你来接我。早知道昨天就不答应和他约会了。黄立霄，你到底在赌什么气呀？搞什么？那么夸张啊？怎么会夸张？来，收下。你不知道我接到你的电话有多开心啊！没想到这么快你就答应跟我约会了。只是约会而已，别想太多啊。是，对你来说就只是约会，但对我来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，也是我老张开启幸福的第一天。好啦，今天我一定会好好表现，让你对我刮目相看。咱们俩好久没有骑自行车了，对吧？小时候都是你载着我到处玩，来，今天到我了。走了。走喽。
老张，我好想念老家，想念那边的空气，那边的味道，特别是夏天的味道。心里有家，到哪里都是家。我还想吃好吃的拔丝地瓜。好嘞，这位客官，待会儿马上为您准备哈。哎，还有酸辣土豆丝、炒三鲜。行行行，都准备给你。55块半。Thank you 啊。哇，看来你已经完全融入新加坡的生活了嘛？还好吧，我们这口中国腔啊，本地人一听就听出来了。可是我觉得啊，你已经像半个新加坡人了。也没有吧。人真的很奇怪啊，以前总想离开老家，每天都想。你说，为什么总要在离开之后才想念呢？你现在明白这个道理还不晚。我不是在你身边吗？好好珍惜我，不然到时候啊，你后悔莫及。到喽。OK， 行，慢点啊。丽娇，今天玩的还开心吗？开心。那你的内心对我有稍微改变一些想法吗？老张，其实你什么都好，你人特别有教养，善良、温柔、体贴。但是你就是不喜欢我。我不是不喜欢你，只是我一直都把你当做弟弟来对待。我对你从来没有过那种非分之想，就是没有过那种男女之间的感情。以前不想没关系，你现在开始想也不迟啊。而且我现在有能力照顾你了，你就不考虑一下重新认识我吗？你干什么你？我想了好久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再给你什么，所以我的下半辈子就交给你处置了。老张，你还年轻，你应该多谈几次恋爱，你才知道你要的究竟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我只想跟你谈恋爱，而且你这么好的女生，我不娶你，我娶谁啊？老，这是我给你的结婚契约，我张扬这辈子只会和你黄丽娇患难与共，而且我自己一辈子只会爱你一个人。以后，你的感受就是我的感受，你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。你说一，我绝对不会说二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就在这里签字吧。老张，你人真的很好，像你这么好的人，应该有更好的女人来爱你才是。你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老张啊！李娇，我不需要更好的人，我有我最喜欢的你就够了。就算偶尔留下一丝眷恋，别让曾犯下的罪，把所有心碎给白费。打开你的枷锁，你的堡垒，化成片